希望元儿能把那些鬼魅都炼化。如果圣人圣女没死，有人在旁指导，说不定他早就出关了。唉，不说了，就怕皇上问起，咱们没法交代呀。秦墨瑶和叶颖在房顶听了一会儿，也大致明白了这两个老者怎么没睡觉的原因了。原来是在等着圣女出关，看来得通知令晨星他们动作快点，趁圣女没有出关之前行动。秦墨瑶带着叶颖很快撤出了南乐族。当他们回到租住的小院时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事情紧急，秦墨瑶立刻叫来了一个暗卫，写了一封信，让他亲自交到令晨星的手里。令晨星收到秦墨瑶的信以后，一刻也不敢耽误，立刻把消息传给了司徒磊。当天晚上，10几家的家主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，聚集商量，每家都把自己的势力带出来，决定后天晚上围攻南乐族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而叶颖这边睡醒之后吃过饭，就又进了空间。叶颖猜测大殿中央那个大理石台下应该就是圣女闭关的地方，自己的直觉他一向信任，那种阴森恐怖的感觉，叶颖此时想起来还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叶颖想了想，动笔开始画起了画。秦墨瑶走近一看，原来是钟馗。小颖儿，你的钟馗画在纸上也行吗？在人身上画是因为那些阴邪之物，在内人身上，如果在空中的就不需要了。小颖儿就是能干。那是，你娶到我是不是感觉赚大发了？对，感觉比娶到一座金山银山赚的还多。小颖儿在我心里是无价之宝。秦墨瑶眼神深邃地看着叶颖，叶颖与他的视线对上，怎么感觉如此火热呢？他有些招架不住，赶紧移开视线，继续画自己的钟馗。唉，身板太小了。4日晚上夜半时分，南城外祈福山下，约有800人聚集于此，都是叶颖救过的那些人家的暗卫、家丁、护卫之类的，个个都有一定的武力值，最强实力自然是司徒磊带来的人，而且他们父子齐上阵，此次行动也是由他们父子带队，所有人都听从他的命令。叶颖和易容后的秦墨瑶来时，司徒磊已经做好了部署，800多人的队伍悄悄往山上靠近，慢慢分散开来，呈包围之势，往南乐族的聚居地围拢而来。开始只是暗杀，大家都没有弄出太大的动静，各自找各自的目标，3、5人一组，这是司徒磊提前给他们分配好的方式。当几声惨叫声传来，惊醒了整个南乐族的族人，他们慌了，大喊大叫声此起彼伏。有敌来犯，快启动雷霆柱！秦墨瑶从众多声音中听到了一个老者洪亮的声音大喊，叶颖也同样听到了。突然从4个角传来巨石倒塌的声音，4声过后，空气中突然弥漫起烟雾，烟雾慢慢的聚集，形成了一个个鬼魅似的东西，直接往来犯者的身上钻去。叶颖明显的看到被钻了东西进去的人突然就不再杀戮，反而一个个傻傻的转起了圈圈。果然他们有自己保命的东西。叶颖立刻从空间拿出自己画的钟馗，一个个放出来。钟馗一现身，看到那些诡秘的东西，立刻就兴奋起来，直接飘过去，伸手就抓，抓住了就往嘴里塞。幸好叶颖画的钟馗足够多，慢慢的那些鬼魅似的东西都被钟馗们一个一个的吃掉了，包括那些钻进人体的也都被拉出来，搅巴搅巴吞掉了。直到1个时辰之后，这场屠宰式的杀戮才慢慢的结束。整个过程，叶颖和秦墨瑶只是看着，不曾杀过一个人。但他们俩并没有静静的停着看，而是在各个建筑里到处乱窜，尤其是几个宏伟的大殿里。叶颖见到好东西就往空间里收，银子更是不会放过。用叶颖的话来说，这叫跟在后面捡漏。司徒磊清点现场，居然没有发现圣女。这时叶颖和秦墨瑶收拾完东西以后也走了过来，问怎么回事儿。得知没有发现圣女的时候，叶颖和秦墨瑶心里就有数了，她应该还在闭关呢，没出来。在哪里闭关？我猜测应该就在那个台子下面。司徒磊父子俩看向那个大理石台，可是没有看出来什么。秦墨瑶和叶颖也上前查看，也看不出来什么，每个石板都严丝合缝。司徒将军，我们也没看出什么来，要不等天亮吧，还是先打扫现场。只好如此了，司徒磊吩咐下去，先把尸体都拖到后山去掩埋，等天亮以后，几个人又围着大理石台仔细的查看，还是看不出来哪里可以进去。我们是不是找错方向了？很有可能。我们去几个大殿里再找找看。几人又分开，在周围几个大殿里仔细查找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司徒震发现了一个异常之处。在正北的大殿里供奉着一个3人高的女神像，是南乐族第1任圣女。在神像的背后有一个圆形的凸起，他按了一下，神像居然整体向右移动，一个向下的通道出现在眼前。司徒磊带头，秦墨瑶牵着叶影走在中间，司徒震走在最后。几个人的脚步声在通道里回响，一种恐怖的氛围在几人身边蔓延开来。叶影越来越感觉阴森恐怖，不自觉地往秦墨瑶身边靠了靠。怎么了？总感觉有鬼似的，好像这几个男人感觉不到似的。难道因为我是女人的原因吗？靠近秦墨瑶，叶影感觉稍微舒服一点了。我背着你吧。秦墨瑶说着就蹲下了身，叶影也不客气，直接爬到了他的背上。几个人继续往前走，在秦墨瑶的背上，叶影感觉没那么恐怖了。大约走了1刻钟，一个大约200平米的圆形空间出现在几人眼前。正中间，一个高1米的大理石白玉台，一个白衣女子正盘腿坐在台上，年纪大约20岁左右，脸色在灯光的照耀下略显苍白，嘴唇发紫，肉眼可见一股乌黑的气息从4个柱子里引出，往女子身上流窜而去。那股乌黑的气息给叶影的感觉特别不舒服。主人，那些玉柱里全部锁的是阴魂，圣女就是通过吸收这些阴魂来提升自己的下降能力，她快要大功告成了。小宝的声音突然在叶影的脑海里响起，叶影二话不说，直接从空间里拿出2副钟馗图来，立刻将其变现，2只超大型的钟馗扑向那黑暗的雾气，开始一顿猛吃。这一操作惊醒了正在修炼的圣女。什么人，居然敢打断本圣修炼？圣女猛地睁开眼睛，刚见到有人的时候，圣女怒目圆瞪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来要你命的人。司徒大将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居然清醒了！哼，南乐族圣女作恶多端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司徒磊话音一落，举剑就向圣女杀去。圣女见势不妙，一个弹跳飘上半空，躲过了致命的一剑。没想到圣女还有这样的本事，叶影以为她只是个柔弱的女子。一股黑气从圣女的掌心拍出，直冲司徒磊的胸口。司徒磊不察，直接中招，然后跌落地下，人突然就像个傻子似的傻笑起来。啊，快把他拉过来！司徒真立刻上前把他爹拉了过来。叶影又祭出一个钟馗，以最快的速度将司徒磊身上的邪物吃掉。圣女见状大吃一惊，然后毫不客气，一股股黑气从她的掌心排出。阿莫，快把他们2个拍晕！叶影的话音刚落，秦墨瑶2股真气发出，2位司徒将军直接晕倒在地。叶影一声收，2个人就突然消失不见了。叶影以最快的速度祭出5个钟馗，然后带着秦墨瑶一闪身，也消失在了原地。幸好叶影动作快，不然他们2个也会被阴邪之物侵入身体。要是叶影真被那邪物侵入身体，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叶影和秦墨瑶躲在空间里，轻易不敢出去。叶影张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每隔1刻钟，叶影就变现1个钟馗甩出空间。叶影一共换了35个钟馗，直到全部甩出空间，又等了1刻钟，叶影才带着秦墨瑶出了空间。几10个钟馗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显得特别拥挤，他们还在不停地干活，只是那一些阴邪之物已几乎没有了，就连4个玉柱里的阴魂也都不见了。而圣女如一滩烂泥似的躺在地上，蜷缩成一团，一动不动。叶影又把司徒磊父子放了出来，秦墨瑶上前踢了2脚，2个人才悠悠转醒。直到所有的阴邪之物都被钟馗捉完吃掉，他们才慢慢的消失不见了。这时，司徒磊父子才终于回过神来。小神医，今次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有你，我们此次必定失败呀。4个人来到圣女面前，她已经完全没有力气，连坐起来都困难。司徒大将军，你们这么做，不怕皇上怪罪吗？哼，自身都难保了，还管别人？整个南乐族现在就只剩下你1个活口了。什么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你们南乐族与皇帝狼狈为奸，祸害了多少人，早就该死了。你们靠做下阴损之事，享受了多少代的荣华富贵，现在你们是遭了天谴。司徒磊说着，举起了长剑，一剑刺穿了圣女的胸膛。整个南乐族一夜之间无一活口，从此
世上再无南乐族和圣女，一切也算是尘埃落定。4个人从黑暗的通道回到了地面，没想到外面的天又黑了。司徒正把圣女的尸体也搬了出来，拖到后山和其他的族人一起掩埋了。等一切善后都做好以后，司徒大将军，你带着大家先撤吧，我和阿莫再处理后续。好，多谢2位。等他们走后，秦墨瑶和叶影又把南乐族仔细逛了一遍，凡是看得上眼的东西全部都收入了空间。然后叶影和秦墨瑶又回到了空间调戏。休息了一会儿，叶影又上2楼拿出画笔画了一样东西，一画就是几10个。小影儿，这是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天快要亮了，我们快点出去干活。2个人出了空间，叶影又拿出事先画好的一张大雕图，电线之后2个人骑上雕一飞冲天。叶影指挥着大雕围绕着南乐族的建筑慢慢飞行。叶影拿出刚才画好的图，手在图上一抓，一个炸弹出现在叶影的手里，然后往下一丢，一声巨响传来，接着就是浓烟滚滚，火光出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么大的威力！叶影可没工夫理会秦墨瑶的惊讶，每隔一段距离，叶影就扔下一颗炸弹，直到把大约50个炸弹全部扔完，南乐族所在的起伏山顶几乎被夷为平地。叶影驾着雕扬长而去。次日一早，当金兆尹、程鹤元得到消息后，立刻派人去查看。其实昨晚睡得迷迷糊糊间，他也听到了爆炸的声音，只是没有引起他的重视。1个时辰之后，去查看的人回来禀报所看到的一切，把程鹤元吓得直接跌坐在地上。好不容易缓过神来，立刻整理了一下衣冠，进宫禀报皇上。启越国的皇帝轩辕清印听了程鹤元的禀报之后，还不敢相信，又派了自己身边的大太监亲自去现场再看看。皇上啊，完了，南乐族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全部是一片废墟，无一处房屋是完好的，人也全部死了，都埋在后山，连圣女也在其中。而轩辕清印听了赵公公的禀报，久久无法回神。突然他身子一晃，2眼一翻，直直地倒了下去。皇上，快来人呐！皇上晕倒了！今天的茶楼真热闹，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。张瑞宇扶着刘子言找了个雅间坐下，没一会儿，隔壁也坐了一桌客人。小二，来2壶雀折。昨晚上的爆炸声真是吓人，离着咱们京城7、8里地都把我给吵醒了。是啊，我也是。京兆尹程大人一早就派人去查探了，听说是咱们启越国的南乐族在一夜之间被灭门，将近1000族人呐，而且所居住的山头也被炸了个粉碎。听说大总管去刨出来的尸体里，连圣女也在其中。议论声一句接一句地传了过来，听得张瑞宇和刘子言啧啧称奇。我师父可真厉害呀！以后陈阳国有了影儿，看谁敢作妖。大约过了1刻钟，雅间另一面又来了一桌客人，看他们的打扮，好像是一群国子监的学生。存在了100年的南乐族，就此消失在世间了。说句实话，直到如今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南乐族的圣女在咱们启越国的地位如此崇高。是啊，我也不明白，居然她的死能把皇上给气得晕厥过去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听说还没有被救醒呢。这皇上要是一直不醒，这可咋办呢？而且马上就要万寿节了，听说另外3国的使臣马上就要到了。别操那么多心了，咱又不是朝中大臣，不是还有皇太后、皇后吗？后宫呀，又乱不了。张瑞宇和刘子言听了一上午的八卦，茶也喝了几壶，花生瓜子吃了一肚子，正准备要走，茶楼外面忽然一队官兵急匆匆地跑过去。张瑞宇一眼就认出了带队的还是个太监。师祖母，您说他们这是干嘛呀？会不会皇帝治不好了，跑来找师傅吧？刘子言听了张瑞宇的瞎扯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还真说不准。之前颖儿为了打响自己的名声，找说书先生满大街的宣传，说不定真的让皇宫里的皇太后知道了。走，咱们快回去。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你这张乌鸦嘴，说不定啊，真让你给说中了。啊，那快走。果然被张瑞宇的乌鸦嘴说中了。他们刚到家，刚才从茶楼下经过的那队官兵正在小院里站着。奉太后懿旨，传叶颖大夫进宫为皇上诊治。而此时
叶颖和秦墨瑶还在卧室里睡得正香呢。杨柳听到声音，立刻从二进院出来，一出来就听到太监这样的高喊：我家姑娘昨晚给人诊治，累着了，还在休息，没起床，只能麻烦公公稍等等。你可知咱家是谁？太后娘娘身边的大总管，尔等小民居然敢藐视太后，还不快去叫他起来跟咱家走！二姨早就进去禀报秦墨瑶，秦墨瑶看着叶颖的睡颜，怎么舍得叫醒他呀？但又怕杨柳一人应付不了，只得下床出来，然后就听到了这么嚣张的声音。好大的威风！你这是来请人的态度？你是什么人？你们要请的大夫的夫君。太后看得起你们，是你们的荣幸，还不快把人叫出来跟咱家走？皇上可等不起。回去换个会说话的来。秦墨瑶懒得理他，留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要进去。大总管见此情形，平时被人捧惯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受得了一个平民百姓如此怠慢？强行带走！跟着来的官兵一拥而上，就要进去绑人，结果5个暗卫一排站着，挡住了他们要冲进内院的路。很快两方就交上了手，30个官兵在5个经过超强训练的暗卫面前，还不到1刻钟，全部趴下。大总管被气得不轻，可是没办法呀，只好带着人回去复命了。再说皇宫里，你们都好啦？回太后娘娘，我们都好了。太好了，今是皇上突发疾病，如今都大半天了，还没有醒。太医们什么办法都用了，可是没有用。各位爱卿，快帮想想办法呀！姑母别急，我们来就是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的。刚才柳院长给哀家推荐了一位京里最近出现的神医，你们可有听说呀？姑母，我们几人正是被这位高明的大夫治好的，只是他愿不愿意来宫里给皇上诊治就不好说了，我们可都是花了巨资才请动他的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他还能抗旨不成？这位大夫本事非同一般，如果不是他心甘情愿，很难让他出手。他是什么来历，我们都打听不到。他们正说着话，大总管匆匆跑了进来。太后娘娘，那大夫就是个刁民呐，连您的懿旨都不遵，还把奴才带去的宫卫全部都给打了。娘娘，您不知道那大夫的几个护卫武功了得，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说不定啊是别国的奸细，打着神医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呢。你休得胡说，是不是你态度傲慢？听了令晨星的问话，大总管眼神闪烁，这一看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狗奴才，拉下去打20大板！此时皇后娘娘也从悲痛中缓过劲儿来，走到自己兄弟面前。兄弟，那神医真能治好皇上吗？这个不好说，毕竟他人都没来，也没诊过，但他医术的确了得。母后，要不让几位大人亲自去请如何？几位大人，那就请你们去走一趟，就说如果能治好皇上，哀家重重有赏。太后娘娘，这血性中风要想完全治好，恐怕有一定的难度。如果一定要治好才有赏，估计神医可能不会来。太后活了几十年，自然也知道这血性中风能救醒救活的几乎没有。只要他能让皇上醒来，哀家就有重赏。谢太后娘娘，我等这就去。4位大人退出了皇帝的寝宫，看到几位皇子也等在外面，打了声招呼就出宫去了。出了皇宫，坐上马车往叶颖租住的小院而来。而轩辕清应的几个长娘皇子看到几位大人出宫，心里就有了别的想法。当几位大人来到小院的时候，叶颖才刚刚睡醒。几位大人找我有事吗？叶颖睡得太沉，大总管过来的事儿，秦墨瑶没有告诉他。叶神医，皇上今日早上得知圣女一族一夜之间被灭族，急火攻心晕了过去，直到如今都没醒。太医想了各种办法也无用，太后娘娘派我等来请姑娘进宫给皇上诊治。是不是中风了？被气晕过去的，十有八九是脑溢血。这启越国的皇帝都50岁了，说不定有高血压。这一激动可不就是脑子出血了吗？哼，这下好玩了，还有10天不到就万寿节了，而这主角这时候却病倒了，还是人事不知的那种。
神医果然医术高明，一猜就中啊！那你们是希望我救还是不救呢？几个人听了叶颖的问话，相互看了一眼。不知神医能否把皇上治的和原来一样啊？那要看他的病情严重程度，如果很严重，最多也就是让他清醒。但中风的症状，比如说偏瘫、说不出话、写不了字，这些并发症是一定会存在的。如果是轻微的，基本上能够恢复到健康状态。听了叶颖的解释，几人心里也有数了。那还是麻烦神医进宫一趟吧，只要能让皇上醒过来，太后娘娘就有重赏。想好了，4人又私下交流了一番，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既如此，那本姑娘就进宫一趟看看吧，我还没有挣过太后娘娘的钱呢。我跟你去。你当然得去了，我还要人打下手的。杨柳、小雨，准备，咱们要有活干了。是，姑娘。杨柳说着就跑去提叶颖的药箱。师傅，是不是又能学到新东西啦？张瑞宇关心的是能不能学到东西，至于是给谁看病，他才不管。刘子言得知叶颖要进启月国的皇宫，立刻从后院匆匆出来。颖儿啊，把寒烟带着，也给你打个下手。祖母，不用了，寒烟要照顾您的。祖母就在家待着，哪儿都不去，带上她，祖母才放心。那好吧。踏好马车，秦墨瑶让暗衣驾车，很快出发往皇宫而去。只是才刚刚走出小院1刻钟的路程，就遇到了情况。突然暗衣把马缰一拉，主子有杀气。暗衣的话音刚落，突然前后就涌出来几10个黑衣人，个个蒙面，手持大刀长剑。有刺客！后面给几位大人驾车的车夫也喊出了声。司徒磊和秦墨瑶立刻跳下了马车。上！黑衣头领一声令下，一个个举着大刀，毫不客气的就杀了过来。主要目标就是叶颖所在的这辆马车。看来启月国的皇子也不安分啊！皇权之争在哪里都一样。叶颖撩开窗帘向外观望，战斗力最强的自然是秦墨瑶和司徒磊，还有暗衣。没想到寒烟的武功也不弱，刺客人手较多，一时半会儿还真解决不了，而且他们的身手也不弱。几位大人的暗卫很快就见了伤。秦墨瑶从其中一个刺客的手中夺过一把剑，上下翻飞，渐渐命中敌人的要害。太帅了！叶颖看得津津有味。杨柳始终守在他身边，手握一把匕首，紧紧地盯着马车门。突然，一声女子的闷哼传来。叶颖看到寒烟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腹部，他受伤了。看到自己人受伤了，叶颖就有些忍不住了。他正想从空间里拿一幅画帮忙，还没有动手，他就看到寒烟拿出一个口哨，往嘴里使劲地吹了几声。没一会儿，就有10几个黑衣人施展轻功飞驰而来。这一下，大家的压力倍减。很快，蒙面的黑衣人全部倒地不起。只是大家还没有缓口气，又有一批黑衣人杀过来，这一次人手更多。妈的，这些个龟孙子！司徒磊大骂出口。他也不小心中了一箭，只是伤在后肩，算小伤。己方的人已经在不断的倒下，再继续下去，最终只会剩下秦墨瑶一人。叶颖自然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出现，形势所迫，逼得他这只小猫咪不得不发老虎威了。叶颖从空间拿出一幅画，出来！一只黑豹从叶颖的马车里一跃而出，然后是一只又一只，一出马车就往蒙面的黑衣人扑了过去。紧接着又是一群猛虎从马车里跃出，狮子、豹子和黑衣人战成一团，形势很快逆转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只1刻钟左右，所有黑衣人全部倒地。看到满地的尸体，叶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要怪就怪你们主子吧。”叶颖指挥狮子和豹子一个个进入马车，收进空间。此地离他们租住的小院还不是很远。秦墨瑶让暗衣立刻调转码头，把己方所有的伤者先带回去处理。只是很可惜，还是有2个已经咽气了。这笔账叶颖一定要问皇家讨回来，怎么去请个人花这么长的时间？太后娘娘，不是下官等人办事不力，而是在半路上遇到了伏杀，刺客多达100人左右。太后听了也是一愣，很快她就想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看来一个个翅膀都硬了。此时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，还是治好皇上要紧。神医呢？见过太后娘娘。你就是神医，原来还是个姑娘。去看看皇上是否能诊治，如若你能让皇上醒来，哀家重重有赏。叶颖也不扭捏，来就是看病的，直接上前查看皇上的情况。翻开他的眼皮，瞳孔还没有涣散，
呼吸还算均匀，在没有氧气供应的情况下还活着，说明不是特别严重，应该还有救。但想要恢复到原样几乎是不可能。至于脑子里的淤血到底有多少，这个需要打个 CT 才能看清楚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想过画个 CT 机出来呢？看来今天晚上就需要把这事儿给搞定了。现在我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11级，想来应该不会太难。太后娘娘，皇上还有救，但想要完全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态是不可能的。民女只能保证让皇上清醒过来，至于会有什么后遗症，现在还说不准。太后听了皱了皱眉，但是她也知道血性中风能够清醒的几乎寥寥。那还请大夫开药吧。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民女的治疗方法很特殊。皇上之所以中风，是因为他的脑子里出血压迫了神经。想来大家都知道，人的大脑是控制整个人身体的，所以他才会昏迷不醒。想要救治皇上，必须做开颅手术，也就是把皇上的脑袋打开，清理淤血，然后再还原。而叶颖的话音刚落，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就传了进来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连皇上的脑袋都敢说开颅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？随着声音走进来一个约27、8岁的男子，但其穿着应该是位皇子，人倒是长得人模狗样，面如冠玉。见过皇祖母，见过母后。太后冷冷地看着他，谁一来的路上遇到刺杀，傻子都知道是谁干的。他这样一说，太后反而不质问叶颖的医术了。你可做过这样的手术？做过一粒眼瞎的，是个因摔伤而引起颅内出血，压迫视神经引起失明的小子。如果皇上不做这个手术，将会如何？做过一粒眼瞎的，是个因摔伤而引起颅内出血，压迫视神经引起失明的小子。如果皇上不做这个手术，将会如何？照现在这样的情形，最多只能活15天。几位爱卿，你们意下如何？臣认为就让叶颖神医试试吧，试了就有机会，不试就只有一个结果。黄云鹤带头说道。另外几个也点头认同，而刚才进来的大皇子听叶颖说，如果不治，只有15天可活，也就不出声了。唉，已经没有选择了，那就治吧。太后娘娘，您可想好了？治吧。太后娘娘一锤定音。好，民女需要做一番准备，明日上午开始。今晚就先在宫里歇息一晚，皇后给他们安排住宿。皇后安排的住所是把男女分开的，只是到了晚上，秦墨瑶又悄悄地溜进了叶颖住的宫殿里。两个人立刻进了空间。叶颖铺开宣纸，开始画 CT 机。这可是个大家伙，发电机早就已经在空间里放着了，正是在龙胜国医馆里的那一台。叶颖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画好，精神力被消耗一空，精神力被用到枯竭的感觉真是不爽。可是没办法，他只能老老实实一直修炼下去，希望某一天能够达到无限容量。又是一通修炼，直到精神饱满，精神力充沛，两个人才又出了空间休息。此时都快要子时了，两个人稍作洗漱就上床休息。秦墨瑶习惯性的把叶颖搂进自己怀里。小颖儿，你有几分把握？秦墨瑶还是很担心，毕竟启越国的皇帝已经50岁了，不比小年轻恢复得快。今天晚上我画的仪器叫做 CT 机，它能够全方位的反映大脑里的真实情况，只要找到病灶的位置，下刀就准，问题不会太大，让他清醒还是可以的。但是其他的病症可能会存在，能不能说话都是个问题。小颖儿就是脑难，为夫感觉好惭愧，帮不上你什么忙。秦墨瑶又把叶颖搂紧了几分，下巴在他的头上蹭了又蹭。小颖儿的小身板越来越成熟，女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。每晚这么抱着睡觉，让秦墨瑶已经越来越压不住自己的蠢蠢欲动，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。次日一早，秦墨瑶提前离开，叶颖起床，在杨柳的服侍下穿戴整齐，吃了早饭就去了皇帝的寝殿。没想到他是最迟来的，紫霄殿外已经等了一大群人。叶颖姑娘，还请尽力，只要皇上能醒，哀家一定重赏。太后娘娘，请放心，民女自当尽力，民女可不想砸了自己的招牌。叶颖带着秦墨瑶、张瑞宇、杨柳直接进了紫霄殿，把里面伺候的工人全部撵了出去，都是自己人。叶颖就不避讳了，直接就在大殿里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全部一一变现。
有 CT 机、发电机、手术床、手术过程中的各种监测仪器、无影灯，配备几乎和现代的手术室差别不是太大了。看得张瑞宇目瞪口呆，师傅果然是个宝库。各种仪器接好试过之后，手术准备开始。首先是把轩辕青印挪到 CT 机上，启动仪器。轩辕青印随着仪器的转动，进了机器内部测试部位，开启检验操作。轩辕青印大脑里的情况就在电脑屏幕上呈现出来。哇，师傅这么清楚啊！叶隐又给几个人解释了一通 CT 机利用 X 射线成像原理，至于他们听不听得懂，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。做好了检查，确定了大脑溢血的位置，手术正式开始。麻醉、剃头、划线，确定手术位置，铺好灭菌布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将有1个半时辰都不得出现任何状况。准备好了，开始。4个人配合默契地开始了工作。这是张瑞宇第一次参与开颅手术，看得异常认真。只见叶颖用手术刀在划线的位置揭开头皮，然后再用电钻打孔，洗刀切割头盖骨，再轻轻剥离。人的脑髓已经呈现在眼前，需要在里面找到溢血的位置，用纱布轻轻吸掉溢出的血，还要缝制血管。从刚才 CT 成像的图片看，溢血的位置在脑髓下1厘米左右，这更是考验叶颖的功夫。这绝对是个细活，而且非常考眼力。叶颖的各种命令不断的发出，查看血压、报心跳、供应氧气、洗刀、镊子、纱布、针线等等。一台手术，4个人配合得非常完美。最后头皮缝合，手术才算完成。师傅，我太崇拜你了，什么时候我也能学到你这样的本事？努力吧，年轻人。门终于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缓缓打开。太后立刻第一个上前，看着叶颖问：怎么样啊，叶姑娘？看着太后关切的眼神，叶颖也有些感慨。不管地位多么高贵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孩子始终在她心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。太后娘娘，手术很成功，只等皇上醒来，但估计可能需要1到2天时间，皇上需要时间恢复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叶颖他们4人被太后留在了宫中，皇上没有醒，怎么可能让他们走？果然，如叶颖所估计的，2天后的下午，轩辕青印悠悠转醒。当太后听到了禀报，皇上醒了，匆匆来到紫霄殿皇上的寝宫。皇儿，皇儿！太后连叫2声，再也说不出别的，已经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不过她毕竟年纪大了，经历的事儿多，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皇儿，这次真的是太凶险了，你可知道你已经昏迷了4天，是母后在民间请的神医才把你救醒过来的。你现在呀，什么也不要想，养好身体最重要。朝中之事，哀家已替你安排好，让几位内阁大臣先处理着。轩辕青印听自己的母后讲了半天，他很想开口应一声，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发不出声音。皇上，您现在还不能开口说话，需得养一段时间，您是中风。叶颖见轩辕青印努力想要说话的样子，适时插话解释。轩辕青印已经醒来，虽然还不能开口说话，但叶颖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承诺，让皇上清醒了过来。太后果然如约赏赐了叶颖很多宝贝，价值起码超过30万两银子，把叶颖心里给美的呀。回到了自己的家，感觉就是不一样，最起码心是自由的，哪怕是租住的院子。所以叶颖美美的睡了一觉。次日一早，叶颖起床，看到家里居然来了一个人，韩萧。小嫂子，好久不见啊！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我给王爷带些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已经禀报给王爷了。小颖儿，使团已经在2日前进京了，咱们也该归队了。哦，那行吧。什么时候归队？今晚吧。他们不可能这样大摇大摆的进使馆，毕竟使馆里已经有了2个龙圣国的莫王爷和莫王妃。主子，暗九现身行礼。曲墨瑶培养出来的暗卫警觉性还行。一路可还顺利？很顺利，中途与东明国的使臣相遇，一起进京的2位主子的身份被东明国的明王发现了。知道了。暗武住哪间？暗武正是假扮秦墨瑶的暗卫。属下带您去。秦墨瑶带着叶颖跟着暗九来到了主院一间房门前，暗九轻轻叩了叩门，门很快开了。主子。主子终于回来了。他这些天假扮主子可是很累的，
不是人类，是星类。毕竟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学好武艺，忠于主子，演戏真没学过。秦墨瑶和叶颖很快就换好了衣服，重新入睡。次日一早，叶颖主动和秦墨瑶去找东方明城。哈，大外甥，好久不见呐！一听叶颖说话，东方明城就猜到这才是正主。小舅母、小舅舅，外甥这厢有礼了。最近可还好？谢小舅舅关心，一切都好。小舅舅、小舅母，谢谢你们给我留下一笔钱来，我已经让管家开始张罗做些营生，还小所成呢。走，咱们上街找个地方坐坐。今日啊，外甥请客，任小舅母吃什么点什么。好啊好啊，我最喜欢美食了。很快，几人相约就出了使馆，找到一家很有特色的饭店。叶颖果然毫不客气，把店里所有的招牌菜都点了个遍。你那几个皇兄可还安分？自从三皇兄被刺杀一事后，父皇大发雷霆，最近一直在打压他们3个人的势力。这也在意料之中。不过最近父皇去母妃宫里的次数增加了，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老了，快要驾驭不住儿子们了，可他又不想消权，所以只好把你也扶起来，增加一股势力，免得他们3个无法无天。我和母妃也是这样想的，不过也无所谓了，我本就没有心思去争也无用。这样就好，与你们母子才是最好的。我们一来就听说这启龙城出了一个神医，是不是小舅母啊？那当然了，我们提前来了启龙城，赚了好大一笔。小舅舅，您能娶到小舅母，不知道您修了多少世的福呀。要是我也能遇到像小舅母这样的女孩子，该有多好。不过也就只是想想罢了，这样的女子世间难寻啊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这次齐越国皇帝病重，南乐族又被一夜之间灭门，也不知道这万寿节他们要怎么过。活该，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你小舅舅之前毁容的事儿你知道吧？那就是前任圣女干的。你小舅舅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对齐越国的圣女恨之入骨呢。怎么回事？齐越国的圣女有一项特殊的本领，叫做下降，她能控制人心，也就是把一个人变成自己的傀儡，这只是其中一项。而你小舅舅只是下的毁容将，他还有没有别的本事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居然还有这样的事？说不定东明国也有人着了齐越国圣女的毒手，他就是齐越国皇帝手里的一把利剑和王牌。在齐越国后宫里，你的四姨母如今还傻着呢。你的意思是她也被圣女下了降？秦墨瑶和叶颖同时点头。那可否医治？他们召见各国使臣的时候再说吧。如今齐越国的朝堂还一团乱呢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这日终于到了齐越国皇帝轩辕清应的50大寿。轩辕清应已经清醒了5天，勉强能说几个字，但咬字并不清楚。此次万寿节由太后娘娘亲自主持，秦墨瑶和叶颖盛装出席。秦墨瑶穿上了她王爷蟒袍，叶颖也穿了王妃正装。随着太监一声高喊：“龙圣国使臣到！”秦墨瑶和叶颖并肩而入，张赤强3人紧随其后。齐越国皇帝轩辕清应正半坐在一个躺椅上，面容严肃，神情冷峻，但叶颖一看就看到他伏在躺椅旁的手正时不时的在抖动。叶颖猜测他应该已经中风瘫痪了。随着秦墨瑶和叶颖缓缓走近，进入所有齐越国大臣们的视线里，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夫妻俩。你是龙圣国的秦墨瑶，而你是龙圣国墨王的王妃。司徒大将军你好啊！在殿上的凡是被叶颖医治过的官员都震惊地看着他们，真是没想到啊，救了他们的居然是龙圣国墨王的王妃。太后和皇后也是震惊地看着他们夫妻缓缓走近。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啊！半躺在软椅上的轩辕清应也死死地盯着他们夫妻俩。他虽然说不出话来，但心里已经什么都明白了。龙圣国秦墨瑶携妻前来祝齐越国陛下万寿无疆，齐越国千秋万代。龙圣国礼部侍郎张志强祝齐越国陛下万寿无疆，圣体康泰，国运昌盛。我龙圣国陛下派臣下送来贺礼，
赤焰王朝纳兰将军纳兰红用过的宝剑苍兰剑。龙胜国陛下有心了。太后轻轻一挥手，两个太监上前接过礼物，请入座吧。秦墨瑶领着龙胜国的使臣找到专为他们安排的位置坐下。秦墨瑶和叶颖的亮相，整个大殿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龙胜国一向处于弱势，每次这样的国与国之间使臣的相聚时刻都是被人鄙夷和讽刺的，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出这个头。太后娘娘让皇后娘娘代表皇帝说了几句场面话，就开始宴会，自然是一番歌舞升平，祝贺声、杯盘交错声。大皇子和二皇子两人的眼神恶狠狠地盯着秦墨瑶和叶颖看了很久，可是却没有一点办法。由于轩辕青印还在病中，也不能说话，连站立都困难，所以这次的宴会很平静。只是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贵妇突然跪到太后娘娘的面前。皇祖母，孙女有个不情之请。此人正是轩辕青印的六公主，龙胜国和亲公主秦时雨的女儿轩辕晴。何事？孙女想恳请小舅母帮孙女母妃治病，还望祖母准许。此事你应该去求你小舅母，而不是来找哀家。谢皇祖母。轩辕晴恭敬了又是一颗头，才站起来，缓步走到了秦墨瑶和叶颖的面前。小舅舅、小舅母，外甥女轩辕晴这厢有礼。你就是四皇姐的女儿？是的，小舅舅。你母妃的事，本王听说了。小舅母，外甥女恳请您出手，救救我母妃。轩辕晴说着，直接跪了下去，眼泪也流了出来。那是他的母妃，他们相依为命多年，直到前年他出嫁，留下母妃一人在宫中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何须下跪？我答应你就是了。谢小舅母。择日不如撞日，趁现在宴会还没有结束，你现在就带我去你母妃宫里吧。叶颖也很干脆，以后要进宫也不太方便，而且万寿节过后他们也该离开了。听了叶颖的话，轩辕晴很高兴，立刻向太后禀报一声，就带着叶颖离开了。轩辕晴带着叶颖来到秦时雨住的宫殿明和宫。当叶颖看到秦时雨的时候，他正傻傻的在花园里捉蝴蝶，如孩童一般。把他带到寝宫里去吧。女人的意志力比较薄弱，而且秦时雨又不是习武之人，下的降头比较轻。秦时雨被两个宫女带进了寝宫。你们弄些布条把他绑在床上。当两个宫女把秦时雨绑好后，他还在床上傻笑，以为这是好玩的事情。小舅母，不是诊脉开药吗？你母妃这病无需开药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开始给她治疗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怕吓着你们，而且尽量离此远一些。叶颖这是第一次在启越国的皇宫解降，他不希望有些事情传出去。叶颖脱去秦时雨的上衣，拿出毛笔，就在他的胸前开始作画。没画几笔，就传出了秦时雨痛苦的哭叫声。现在叶颖的精神力足够强大，还不到半刻钟就画好了钟馗。由于秦时雨的降下的不是太重，1个钟馗足够了。大约1刻钟以后，钟馗就吃掉了秦时雨身上的所有阴邪之物，然后消失不见。但秦时雨已经晕厥了过去。又等了大约1刻钟，等秦时雨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叶颖才在他的人中使劲的掐了几下。秦时雨悠悠转醒。你是谁？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本宫是启越国的侍妃娘娘。稍微冷静了一下，秦时雨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且还回忆起了这4个多月来的呆傻。我是你的弟妹，龙胜国莫王的王妃。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其他你就不要管了。你可知道你这几个月为什么会吃傻？不知。因为你被轩辕青印下了降头。什么意思？启越国的圣女会下降，专为皇帝服务，而你很不幸，正好也被他下了降。我之所以告诉你，就是要让你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是怎么了。此事就不要告诉你女儿了，免得让她担心。她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，是她求我来帮你治疗的。看着叶颖，突然她放声大哭。她回想起了几个被她使计害得落胎的宫妃，也回忆起了轩辕青印对她的嘴脸。最开始她还保有自己的本心，不知道从哪天起就只是听皇帝的命令行事，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很多事都不是出自她的本意，可是只要皇上一句话，她就会照办。此时她内心充满了愧疚，可是已经坐下，无法挽回。叶颖等她哭够了，顺便出去把轩辕晴叫了过来。母妃。这一声温柔的呼唤，才让秦时雨慢慢止住哭声。晴儿。好了，你们聊吧，我也该回宴席上了。
小舅母，晴儿送您回去再回来。等叶颖回到钱莫瑶身边的时候，宴会已经接近尾声了。这是轩辕青印自登基以来最冷清的一次过寿，而且还是50大寿，真是一个大大的笑话。但它改变不了现实。第2日中午，秦墨瑶和叶颖收到了司徒大将军的请帖，请他们夫妻晚上去他家赴宴。啊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请别国的王爷就不派轩辕青印说他通敌吗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到了傍晚，秦墨瑶和叶颖如约来到司徒大将军府，这是他们第2次来，第1次自然是悄悄来的。莫王爷，莫王妃，真是见面不识君是谁呀？司徒大将军，走，进府，咱们好好痛饮一番。司徒磊和秦墨瑶之间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气概。司徒磊早就让儿媳妇准备好了，就等他们来。分2桌，一桌男人，一桌女人，中间用屏风隔了一下。